马上就要过年了，上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位朋友呢介绍了一个吉隆坡市中心的一家卖年饼的店，据说他家的年饼的味道很好。那么我们上星期就去买过，上次买了一个是米橙，这个是母乳菇，还有这个曲奇，还有龙饼。然后呢，其实这个我们已经吃完一桶了，这次新买的。然后觉得特别好吃。其实年饼啊，我们在平常生活中也有偶尔买到，但是呢，过年嘛，所以更买一些年饼更有这个过年的氛围。那么我们以前在东北的家里啊，就过年不吃这些东西，一般吃年比如糕，说年糕吃的也比较少，吃年包比较多，或粘者豆包，年豆包，对吧？对，年豆包比较多。然后呢，我们过年的时候会买一些花生啊、瓜子儿啊、毛嗑儿啊、这个核桃啊，这些干果类比较多，开心果、榛子是吧？特别多。烤鱼片儿，对吧？这是我们北方比较吃比较多的。爆米花是吧？尤其是这个自己家崩的那种大米花或者玉米花。那来到马来西亚之后呢，它就没有这些东西，取而代之呢是我们会接触到一些年饼啊。每当这个年饼摆到这个街面上都是，或者商家都在卖的时候呢，也就意味着这个年快来了。那么今天重点讲一下这些年饼的种类啊。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华人这边比较吃的比较多的，就鸡蛋饼。就是华人比较吃的鸡蛋饼，一般都是这种桶装的啊，一般都是这种桶装的。看到还有花纹儿，对，它是一种像一种制饼的模具似的，是个夹子，然后把这个鸡蛋液啊，还有一些面调和成这个液体倒在上面，然后很快速的让它加热之后呢，它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松脆的圆形，然后趁着这个热乎劲儿软的时候，把它叠成一个这种扇形啊，这种是吃的比较多的。那本地叫什么呢？它是马来人叫龟咖喱，龟嘎币是吧？鸡蛋饼啊，这种吃的比较多。然后这种呢，其实是我以前在我们家附近没有看见过的，是在这家看见的。这种呢，它写的名字叫古早味米肠，但是我一看，这不就是我们东北小时候吃的大米花吗？对不对？把这个大米花，然加点后花生，加点这个糖拌匀了之后，趁着它这个黏糊的时候，把它做成一个块儿，然后切成一条一条的。但是它这个有一点好处啊，它这个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前几天就有吃，但是一直忍着，就是每一家都吃完。它这种呢，里面有花生啊，看能看得清楚吧？里面花生特别多，然后呢，糖裹的比较均匀，吃起来并不是那么甜，而且糖给这个我们大米花或者叫米肠的作用，就是起到了一个酥脆的作用，特别香，花生的味道特别足，而且米香味也特别浓，吃完不粘牙。这个我觉得是好多年前没有吃过的。像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啊，80年代的时候，家里头买大米花是吧？然后崩完了之后，可能家里头这个蘸点糖液啊，或者是兑点这个糖稀啊，给它做成一个块儿，然后吃的挺开心的。好嗯，多年就没有吃过了。你小时候里边有花生吗？大米花里头？商店卖的有花生，但是嗯，呢，这个自己家做的就是纯大米啊。后来有什么米老头儿的那个就比较甜，就是不太喜欢吃了。岁数大了就是不太喜欢特别甜的那种，但是香脆的东西还比较喜欢吃。这个呢叫 Muruku，这个应该是一种印度人庆祝节日的时候所做的一些油炸的东西，它应该就是面，面里面兑了一些香料，它有很浓重的香料的味道，类似于小茴香，或者是说孜然的这些味道，是能明显的吃出来的。这是一种咸的一种，我们叫饼干也好，或者叫这种甜品也好，或者叫零食也好，都是这样的。它是比较大的，是个圆盘形状的啊。但是呢，就可能我这个放的时间长了，互相碰撞之后，它有点碎了。这个特别好吃，我们家已经吃完一桶了。这一桶是今天新买的一个全新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不懂是咖喱叶还是风干叶的一些叶子啊，在下面是能看到啊。应该这个叶子其是吧？实也能吃，上一桶里头剩了挺多叶子，然后我就吃了2个，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儿，其实这个也挺好吃的啊。应该是咖喱叶，有点像咖喱叶。啊，这种呢，奶油曲奇，这个就是小曲奇饼干。其实这种呢，在平时生活中经常常见，但为什么今天特意拿出来他说？
因为这家做的这个奶油曲奇啊，看起来白白的样子啊，可以看到里面啊白白的样子，它这个大小比较小，而且呢没有我们平时看到曲奇的颜色那么深。然后我们也是其实就觉得很好看就买了，然后回来吃的时候可以说是入口即溶，奶香味非常非常的重，特别好吃，这个啊特别强烈推荐。这种呢叫龙饼，它其实我觉得和曲奇的做法应该是异曲同工。那么它做成一个龙的形状，这么侧面可能看不出来啊，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眼睛是红的，还标记了一个红色。那个好红。像一个我们传统文化里面那种抽象的龙，然后它在这个龙的头部点了一个红点儿，奶香味特重。它家有两种，一种是重奶味儿的，一种是普通的。我觉得普通的应该就是曲奇的口味儿，这种重奶味儿的像什么呢？可能吃过蒙古这个奶豆腐的人啊，可能我一说就能知道，有一种特别重的奶豆腐的回甘味儿。它淡淡的有一点酸，那我觉得特别好吃。如果是说能吃得惯奶豆腐啊，能忍受得了奶豆腐味儿那种，会特别喜欢这种啊，这可能更适合北方的一些口味。这个花生酥啊，其实这个我们平时也有看到，也有买到啊。那作为年饼，花生，尤其是99号也有卖的，99号我经常去买啊。这个花生酥小盒的，但这个盒比较大，而且花生特别多，看起来特别多，糖特别少。所以我们买了一个这个，然后他家最出名的是这个啊，梨酥，凤梨酥。过年的时候呢，作为年饼一定要吃凤梨酥。这个我没打开啊，等一下啊，这个一共是这里面一共是16颗，这个是他家的招牌之一。等一下我们最后来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它外面是酥皮，有点像那种千层的酥皮，然后里面呢是用凤梨来，也就是菠萝来做的馅儿。所以它一般是非常香甜的。其实这些东西在平常的生活中是有看到的，只不过是在过年的时候呢，会装上这种喜庆的瓶子、罐子里面啊，送人呐、或者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吃啊，会特别喜庆。那它平时是什么样子的？它平时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啊。包成一袋一袋儿。它平时呢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去了一个卡酱的一个饼干店，然后它里面有很多饼干，然后我们其实也发现啊，其实它里面卖的一些东西啊，就跟年饼其实是很一样的。比如说这个，那就跟这个鸡蛋饼其实形制上不同啊，它是方形的，但做法和味道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就是平时售卖的样子。那今天呢，我们特意去了卡酱，一间有将近100年的一间饼干铺，去买了一些饼干。然后我们发现其中一些呢，其实和年饼的形式是一样的啊，然后味道上基本也差不多。这个是和鸡蛋糕几乎就是同样的味道的鸡蛋饼。啊，鸡蛋饼是一样的味道的。这个其实我们在这家买年饼的时候呢，也有看到啊，然后我也没见过这个东西，然后我特意问了老板这个叫什么，然后老板跟我讲，这个叫翻泡饼，是用薯粉做的，然后呢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年饼之一啊，然后开袋的时候，我们在买这个一共是这些才5块钱，还挺便宜的。开袋的时候呢，给我们装袋的时候呢，闻着一种特别重、特别重的椰香味儿和奶香味儿。然后呢，这种东西呢，我们买年饼的时候，老板讲它是薯粉做的，所以不用嚼，放在嘴里慢慢就会被融化，应该是特别香。这种呢叫花生酥或者叫花生饼，也有这么叫的啊。卖年饼里面，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门类，有很多有不同口味和不同形制的。我们没在卖年饼的店铺里面买，反而在这里面看到了，所以也比较好奇，看看它这个是不是跟年饼是一个味道的，因为外形是一模一样的，应该也是里面东西应该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呢，其实这个是我看到的啊，然后你小时候的对呀。看像什么呢？像桃酥，是不是特别像桃酥啊？小时候吃的桃酥是不是？只不过里面是桃酥，我是核桃的。但它这个饼呢，买回来之后我看了一下啊，它这个应该是烤出来的啊，烤出来的，然后上面嵌的芝麻和花生，我还没有吃，但这个应该是特别香，但会有一点干，可
可能有点那种我们东北卖的老式大饼干的味道，只不过是里面有花生和芝麻，会特别香。那么最后这种呢，上了年纪点的朋友是不是觉得特别眼熟？然后我特意找了一下这个资料，这个东西呢在潮汕地区，比较流行，叫肚脐饼，然后呢也叫什么花蘸饼干，据说是早年间台湾传过来的。但其实这种饼干，我小时候就是80几年的时候，我在沈阳，我家沈阳的，在沈阳也见过。然后这种饼干我记得是在货架里卖的最贵的一种，因为它上面有糖嘛，各种颜色的特别好看。然后那个时候买饼干其实挣的工资也少，然后家里呢会给这个孩子买点饼干，一般都买那种大圆片的饼干，然后面比较多，奶味儿也不重，然后可能就是烘干烤熟了有点咸淡味儿。这种饼干呢，基本过年过节才能买到啊。这花蘸饼干，我确实是想不起来我们小时候这个叫什么了啊？谁能想起来我沈阳叫什么来着？可以留言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好吃？因为它上面这个糖霜，它有点像现在这种翻糖蛋糕，它这个糖霜是很硬的，然后咬下去之后，你会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这可能是错觉吧，小时候的错觉，但现在还有这种记忆，所以每次看到这种花蘸饼干，就觉得会特别亲切。品尝试吃环节，我和爸爸把买来的年饼及传统饼干都品尝了一番，这些年饼简直是太香了。我最爱的还是那个传说富人家小孩吃的花蘸饼干，吃到嘴里冰冰凉凉的，饼干还很松脆，太棒了。爸爸最喜爱的是那个凤梨酥和木乳固。凤梨酥软糯香甜，外皮酥松，老板整个烘焙的时间把握得非常好，从外皮的酥松到馅料的软糯，过渡十分自然，混为一体。凤梨的味道特别足，甜而不腻，木乳固又香又酥脆，只要吃上就停不下来。你们最爱哪种年饼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那就快来订阅我吧。